哈喽，大家好，我是在日本拍豪宅的黑岩。今天我们不在东京拍豪宅，去哪儿呢？去东京人最爱的避暑胜地清景泽，去拍一个在清景泽的大豪宅，顺便把清景泽周边好好转一转，大家好好介绍一下。现在的话，我就是在东京去往清景泽的新干线上，1个小时就能到达清景泽，开车大概5分钟就能到我们的那个别墅。我们话不多说 ，Let's go！ 哇，这里居然是冷的哎！刚刚我们在东京站汗流浃背，一身湿透了。现在我穿到了清景泽，我居然感觉有点冷了，只有20度啊！哇，你看，这边就是清景泽的奥特莱斯，出站就可以购物啊，太方便了 ！Let's go！ 我真的有点冷哎！今天是绵绵小雨，20度，太爽了！我终于开始过秋天了。你看，下楼之后就是一家中介公司，写的是清景泽别墅情报中心。咱们去看看去，看看这个房价怎么样。他们家公司点击排行第1的，建筑面积是166平米，2004年盖的25别墅，一共是4亿日元。这是它排名第1的，第2的话是小一点，243平米，卖5980万的。那我们期待一下，今天我们看什么物业啊 ？Let's go， 肯定比这个更好。果然是度假的感觉，门口就有租自行车的，门口就租自行车的，然后前面走5分钟就是租汽车的，真的方便。那其实从东京开车过来也很方便，是2个小时左右不到。今天这个温度导致我心情很好哎，实在是每天在东京湿身，我真的是够了。这个物业在新干线清景泽车站开车大概7分钟的位置，是往西边走，靠近中清景泽车站，交通肯定很好了。那个清景泽车站开车5分钟，这当然是非常非常好的地方了。第2的话就是闹中取静，最有名的就是附近有无数多的高尔夫球场，如果爱打高尔夫的话，非常适合来这里。这个地方的话，不是孤零零的一个别墅，而是一个有管理的别墅地，然后两边就全都是别墅了。水啊、电啊，或者是这些公共设施的那个管理啊，这都是有的。好，我到喽。前面那栋就是红色的房子，就是咱们的别墅。这是它的名字，叫Akamatsu Terrace。从这里开始，就是这片物业的所有权了。这是它的边界，咱们往里走。它的开口大概是4米左右。这边也是别墅，这边也是别墅。咱们一直走到底，那个红房子就是咱们这个物业。这一排的话，可以当做步行道，也可以当做停车道，自己家的车，大概能停5到6辆车吧。到了晚上的话，这里还有路灯，那个也很有氛围感，很安静，只能听到雨声和鸟声。这个外观套啊是一个红房子，是个 L 型的。这边是入口，但是它的主要视野是往南的，所以咱们从北边进，南边是庭院，1、2、3、4、5，一共5阶楼梯就能到咱们这个房子。这里是我们的玄关，有非常大的鞋柜空间，左手边是一个隐藏门啊，需要摁一下。这里面的话是我们的监控区域和一些仓库，就是放一些杂物的地方。进来之后，然后我们踏2个台阶，都是实木的地板啊。它分2个区域，右边是卧室区域，左边是公共区域，公共的客厅和餐厅区域。然后在餐厅、客厅之前，这里有一个公共的洗手间。这个洗手盆是我见过在日本最大的一个洗手盆了，也是全自动的。然后牌子的话是 TOTO，进来之后的，再往里走，你看它其实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客厅的这种玻璃门，来进来。
进来之后，哇，我们在东京、大阪绝对感受不到这么大的客厅、餐厅空间啊！黑岩的话是1.85米的身高，3米的挑高，这里是哇，终于感觉到有大房间的感觉了。然后这边我们可以先看一下餐厅和厨房区域。这个岛台在日本别墅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流行的岛台，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话很多都是半封闭式的油烟嘛，但是日本的话它是比较轻油烟的，所以它是这种很舒服的开放式的岛台。比如说有放垃圾的垃圾桶的地方，它也是设计在里面的，让你看不到啊。然后餐具各种各样的就是收纳，这里还有一个洗碗机，也算比较大的松下的一个牌子，抽烟机，3个灶台，下面有一个小的烤箱，在下面还有一个微波炉，这里是放电饭锅或者是烤箱烤面包的地方。这个电饭煲常年喷蒸汽的话，这里可以吸蒸汽，不会对这个边柜有损伤。上面还是有收纳，但是因为房东现在是作为别墅用的，也没有那么多的家庭用品啊。这一边的话是一个头西巴的冰箱，这个好像跟我们家差不多耶，有点像一样的。从这边走过来的话，有一个8座的餐桌，这也是大理石的。在这里，坐在这里，喝着红酒，看着太太做着晚餐，哇，这个人生才是我们想要的人生哇！啊，这里有个细节啊，就这里有一个插销，然后下面跟的是什么呢？是一个暖气片。低温暖气片，中间的话会把这片大理石加热，可以长时间在这里吃饭喝酒。细节又是细节。往这边走，往这边走的话，就是一个大的客厅区域了。纯皮的沙发，看着80寸索尼电视，两边也有一个音响。这个房子的设计是2021年，有些人会觉得这个房子设计怎么感觉有点老呢？但是清景泽本来就是 old money 喜欢的地方，和这里的住户和这里的目标人群设计应该是相一致的。接下来我们要看这个物业最惊艳的地方了，那就是它的庭院，电动窗帘，将，哇哦！独立的庭院，一个 L 型的房子，然后它的庭院周围是被一群高树包围，非常独立的私密性庭院。下面是草坪，草坪的上面有一个非常日式的日本松树，既有欧美的度假的大草坪，也有日式的松树在这点配。用一句日语来点评，叫做和洋折中。在日本，房子的话是非常紧缺的，特别是在东京，房子能盖成3层那种胶片房啊。但是在这里是一个大的平层，每一个房间从客厅到卧室，连浴室都可以看到我们这么大的庭院，非常开放，非常的舒服，非常relax， 感觉到我们终于到了真正的美丽的度假胜地清景泽，还有外面20度的气温，太舒服了。咱们出来之后，就是客厅和露台的一个无缝连接，而且窗户是全部打开的，非常通透式的。咱们这个朝向是完全朝南的，然后这个露台是非常深的。这里有一个室外的沙发，坐在这里，我能感受到房东如果在下午的话，会喝一杯茶，看着外面的晚霞，或者是抽着雪茄在这里，感受到外面的安静和清景泽最新鲜的空气。除此以外，这里的庭院是有庭院灯的，不是晚上一片漆黑，
所以晚上也是有景的。除了这个大人的快乐的话，这边还有小朋友的快乐，边聊天边荡秋千啊，这才是我们想要的假日时光啊。今天是个雨天，但是我们可以在露台里面很舒服的感受这个雨天的庭院，因为这个露台上面是有顶的，而且有雨排照明，即使晚上也非常的舒服。在晴天的话也可以帮我们遮阳，在雨天的话会帮我们避雨，遮阳避雨的露台非常棒啊。我们看到这周边是有一排很大的树，这棵树是比较显眼的，是一个叫Mominoki， 是翻译成中文叫日本冷杉。这个房子是在2021年建的，说明房东在非常好的自然生态的新井泽保留这棵原生的日本冷杉，在设计房子的时候，不仅照顾了视野，也照顾了它本来的原生态。然后左手边的话，远远的看到2棵日本红枫，在秋天的时候应该会非常的美丽。然后在这个方向又看到了一棵非常大的樱花树，所以在4月的时候也能看到美丽的樱花啊，四季如春，而且4季都有花，4季都有颜色，做得很漂亮。咱们再往这个方向走啊，左手边是一个小小的桃树，这里投桃，这边的话就是一棵李树，投桃报李啊。到这边之后呢，就是一个我黑眼比较喜欢的，就是 BBQ 区域啊，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区域了。后面就有一个电磁炉和洗菜池，然后这里的话我们可以 BBQ， 男生在这里 BBQ， 女生在那里准备食材，小朋友在里面玩吧啊。然后看到后面的樱花树啊，然后这个树这也是一个树啊，这是梅树，所以桃、李、梅啊，还有樱花、红叶，这里的庭院做的真的是非常棒。这里有遮挡的地方，而且有灯的话，不管是早上、中午、晚上或者夜里，都可以非常舒服的这里长时间的去聚会或者是独处。好，咱们现在从外面的露台进来之后，这边是客人住的地方，这边是主人住的地方。咱们先去看客人住的地方，顺便看一下啊，原来的房东有好多高尔夫的，这个是什么？联赛冠军、净杆冠军，这个是 Hole in One， 一杆进洞啊，这个是北海道的优胜，哇，看来这个房东肯定是一个高尔夫爱好者，也是因为爱打高尔夫，所以才来青井泽买别墅的。这里面有2间卧室，也是一个双人间。进来的话，它是2个双床，外面的话也可以看到外面的庭院，所有房间都可以看到庭院啊。还有一个电视机，是属于一个标准间啊，双人间的标准间，而且所有的房间都是有地暖的，因为在青井泽冬天还是蛮冷的，所以有地暖是一个必须物。再往里面走，这里面还有一个双人间，跟刚刚的房间标配都是一样的，但是稍微多了一个，就是有一个躺椅啊，看着躺椅，看着外面的庭院，哎呀，思考一下下一场高尔夫应该怎么打。今天为什么没有破90？设计师也做的比较精巧啊，就是脚护的话，它就是把窗户打开，让这个房间更加的舒服，更加的通透。客房区域的话，还有就是一个公共浴室和一个公共厕所，这里面是公共洗手间的位置，也是 TOTO 的。然后再往里面走是洗衣机和2个洗面台，你看他为客人都已经准备好了牙膏和毛巾，里面是一个非常大的浴室空间。哇，这个在
东京很难得啊，这么大的浴室空间，而且全部贴的都是瓷砖。看它很用心。这种浴室的话用的是磨砂的，不容易摔倒。然后这面是滑面的，虽然是同一个纹理的瓷砖，但是功能性完全不一样。在日本泡澡最奢华的是什么呢？是能看到外面的景色。所以的话，这也是一个可以看到外面庭院的景色的地方。还有一个小细节啊，就是这个玻璃是一个双层玻璃，但是这个百叶窗是内嵌在双层玻璃里面的，所以可以持续用很多年很多年。我们从客房区域再往前走，就要看到主人房的区域了。主人房的区域是以客厅跟餐厅为隔挡，这样的话，两边的隐私性都得到非常大的保护。这里往这边走，就能看得到我们主人房。主人房一共有3个套房啊，而且下面的踢脚灯上面的照明都是一个自动的。下面的话有一个小小的窗户，既能看到外面很漂亮的绿植，也能保护隐私。上面有一条小小的边窗，既能感受外面的绿意，也能保证采光。即使是白天不开灯，也能感受外面的阳光。这个房的话，也是我们在白马我的追求的一个设计理念是，所有房间都是要有套房，所以3个主人房都是套房。非常的棒，这是2个双人间，还有一个非常舒服的沙发，外面的庭院。再往里面走，是一个洗面台和一个浴室，这个是我们华人和欧美人非常喜欢的套房设计，不仅有洗面台和浴室，而且还有一个独立的厕所，所以它的户型设计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用的。这是第1个套房，再往前走就是第2个套房，还能看到当年房子刚刚盖好的时候夜景，很漂亮啊！而且这里是雪景，清景泽有雪哦。继续往里走，就是它的第2个套房，也是一个双人间，这里还有一个厕所。其实我是觉得它的房间当成卧室太多了，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会改一间房间当我的书房，或者是我自己的一个 private room。再往里走，这里还是有一个洗面台和一个淋浴间。咱们再往里面走，就是主人房了。主人房的话，稍微要上3阶，下面也有灯带啊。哇，在这里刚刚外面的这层边窗开着的时候，能听到鸟的声音，还听到雨声、鸟声，太舒服了。然后这里就是主人房，这个相对于其他房间会更加大一点，而且两边是南北通透的。这里是浴室空间。相对于刚刚的那2个房间只有淋浴房，这里的话不仅有洗面台、洗衣机，还有大的浴室可以泡澡的。虽然这个窗户不大，但是也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而且它的设计也是玻璃中间有一个百叶窗。这个的话在日本一般是点检口，因为房子跟地它是有大概30公分的一个空间的，点检口下面的水电煤都可以在这里点检。哇哦，我靠，这里居然是一个地下室，看看里面有没有财宝。走，哇，这里肯定是我藏美金的地方吧，或者藏比特币的地方。我比特币肯定放在这里，开玩笑，开玩笑，比特币只是一个 U 盘而已。哇，意想不到，竟然这里还有一个地下室。这个房间是我来之前完全没有想到的，在户型图里面也没有表现出来，真的是一个惊喜啊！你看，这个墙壁是吸音墙，所以在这里做一个家庭影院或者是一个秘密空间，特别是男人的秘密空间，是太完美不过的。
但是呢，在地下室，特别是在日本，地下室的话，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它的发霉、空气潮湿，还有空气不循环，所以房东很亲切的在这里做了一个大金的除湿空气清新器。这样的话，这里的空气得到有效的循环，和它的潮可以有效的去做一个循环。这个空间可以长时间的去放一些我们的秘密工具和我们的秘密武器啊，太棒了！你看这个灯是轨道灯，而且是万向的，所以想做成什么样的一个感觉，不只是一个有灯光的空间，而且是一个有艺术感的秘密空间。像这种挖地下室的造价，一般挖地下室的话是正常盖房在楼上的2到3倍，所以真的是得很有钱的人才愿意做这个。看完这套豪宅，我觉得它整体远超我的预期，房子讲究，配套成熟，从东京来只需要1个多小时。虽然它价格略高，但是地段和品质值这个价。我们现在来的是1894年建成的万平 Hotel， 这可是清景泽最有历史感的 Hotel 了，而且它是刚刚改修完成，是几乎是整个日本最有大正风格的 Hotel 了。说个小彩蛋，就是这里是聂龙和小野洋子定情之处，而且他们来了非常多次，甚至他的儿子也经常会来这里。咱们现在来感受一下历史和大众和聂龙他们的下午茶。我要吃它最传统的阿普鲁派，就是阿普鲁就是苹果派的咖啡 set。它这个苹果派相对于一般的苹果派，它的饼皮会更厚一点，而且用的是长野最当地的苹果嘛，甜味会更足一点。在日本的话，红茶有3种喝法，一种是加奶，一种是加柠檬，第3种的话就是原味的喝。今天是加柠檬的，因为我们吃的是苹果派嘛，加柠檬更加的话是甜和酸还有苦这种3种味道在一起，更加的平衡一点。觉得还是要在这种有历史感的环境里面吃的更好吃，喝的更好喝。最后说来感想吧，我就说2个点。第一个是，这个房子符合了我所有对于清景泽的幻想。清景泽是什么幻想呢？就是非日常3个字，离东京车程1个小时，它真的是避暑。东京30度，这里20度，满眼的绿色。东京是跟钢铁丛林。第3，这里虽然是乡间，但是有高级旅馆、意大利餐厅、法国餐厅，然后购物、奥特莱斯，甚至什么都有。这是周边。然后说到房子，挑高那么高，那么私密的庭院，然后5个套房，在里面过了我在东京绝对想象不到的，而且非常期望的生活。对，这是我的对于清景泽所有幻想，它都满足了。但是有一个点，意外点是什么呢？是比我想象中的贵不少。现在清景泽的房价确实也涨了不少，具体多少钱啊？欢迎私信我，也欢迎联系我之后我带你看这套房。如果你对日本的房产、日本的豪宅、日本的旅游地产感兴趣的话，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会带大家看更多更好玩的房产，更多豪宅。我是日本黑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还想听更多关于日本房地产的信息，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当然，如果你有来日本投资不动产的计划，也欢迎扫码加我的联系方式。我是日本黑岩，我们下期再见。